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头痛、耳朵闷闷的、下巴卡卡的，甚至严重的时候嘴巴完全张不开，或者是一张嘴就听到咔啦一声？有的时候早上起床还会觉得太阳穴附近或是整个脸颊都非常的紧，肩膀跟脖子一整天都在很酸痛呢？这些模棱两可的症状常常让人搞不清楚到底要看哪一科。有的人会先跑去看了耳鼻喉科，但发现耳朵没有什么问题。接着他可能又去检查神经内科，然后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最后他们只好去看复健科，做了中医针灸，甚至推拿等，绕了一大圈之后，发现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其实这些听起来彼此不相关的症状，很有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你的颞颌关节，或更正确的说，那是你的整个咀嚼系统出了很大的状况。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这集内容，我们来聊聊许多观众敲碗已久的主题——颞颌关节症候群。我们会跟大家探讨：一、什么是颞颌关节症候群；二、颞颌关节到底看哪一科；三、颞颌关节症候群该如何治疗？颞颌关节是连接下巴和头颅之间的重要关节，不管你是在张嘴、闭嘴、咬东西、讲话、吞口水、唱歌，甚至晚上睡觉磨牙的时候，这个关节你都会使用到。同时，它也是人体唯一的双关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运动的时候是左右一起动的，所以它的活动自由度范围非常的广，但同时也让它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关节发炎、错位或失去稳定，就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而且修复困难，到目前都没有真正有效的手术方式。很多人会误把颞颌关节症候群当作就是整个颞颌关节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症候群指的是整个咀嚼系统的系统性问题。咀嚼系统包括了牙齿、咀嚼相关的肌肉跟颞颌关节三个部分，所以看待颞颌关节症候群就不能只看关节就好，我们需要从系统运作的角度，才能够了解为什么颞颌关节会出问题，什么样的治疗才会真正有效。我们可以用阿嬷的膝盖和双腿来比喻。阿嬷的膝盖之所以会坏掉，最后要换人工关节，这不是关节的问题，因为膝关节并不会自己坏掉。膝关节会坏掉，是因为整个系统从脚底到骨盆运作出问题的结果。阿嬷的膝盖从她会走路开始，就不断累积了很多的伤害。这些伤害包括走路方式不良、鞋子不合脚等，这些都来自于阿嬷没有正确的使用腿部肌群，结果多年后就导致膝关节的耗损、变形跟受伤。人体的关节是一个很精细的结构，主要由一个韧带包覆着关节囊，关节囊里面有关节软骨、关节翼和两端的骨头。因为关节本身的结构并不强壮，而韧带的强度也不足以稳定关节并承受太大的外力，因此主要稳定关节结构的角色是深层的肌群。阿嬷走路姿势不良，平时就会用到很多本来用不到的肌肉来代偿，加上阿嬷的肌肉又没有特别锻炼而非常的无力，因此阿嬷的某些肌肉群就会因为长期处于过度疲劳，甚至疲劳到无法稳定关节，于是他的关节就开始受损，最后因为软骨磨损殆尽而整个坏掉。根据统计，大约90%的颞颌关节症候群所表现出的症状，其实是头颈部跟口腔肌群的酸紧或疼痛，而颞颌关节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或正确的说是还没有开始出问题。当我们闭上嘴的时候，关节盘和下颚骨头，这里称作髁状突，会稳定的待在关节窝里面。当我们开始张口的时候，这个骨头就会跟着往前滑动，然后关节盘也会跟着一起往前走。当你的嘴巴张到最大的时候，关节盘仍然会稳稳的卡在骨头和颞骨之间，保护关节不会受损。最后在张完嘴之后，当你要闭嘴的时候，这一整套动作就会反向回来。整个过程安静顺畅，不会卡住，也不会发出声音。但如果你的关节已经出了问题，通常这已经是比较后期的所谓关节内紊乱，或是退化性关节炎的末期阶段，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了。你要知道的重点是，颞颌关节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因为颞颌关节的修复能力不是太好。那我们就先从颞颌关节内紊乱开始说。
本来我们一开始张口的时候，关节盘应该要随着髁状突向前滑动，但如果它已经受损变形，在张口动作的时候就会卡在髁状突前面。这时候你会发现嘴巴打不太开，甚至完全打不开。如果你硬要把嘴巴打开，这个时候髁状突就会硬挤着过去，强行挤过关节盘，就会发出咔啦一声，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关节弹跳声。当你要闭嘴的时候，这时候关节盘原本应该要随着髁状突一起回到原位，但如果关节盘还卡在前面没有跟上，那么关节闭合的时候就会变得很不顺畅，有的时候还会痛，甚至再度出现弹响的声音。有些人可能觉得嘴巴打得开，但合不起来，下巴好像脱臼一样，这就是因为这整个关节盘卡在前面回不来了。在有些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关节盘可能已经完全变形，甚至卡死在前方。这个时候你的髁状突根本无法活动，嘴巴就真的打不开了。这就是所谓的关节盘脱位或关节锁住。而在整个过程中，关节内部的软组织会因为反复摩擦或受压而发炎，髁头后方的组织也会因为反复的碰撞而造成疼痛。所以如果你经常觉得张嘴有声音，下巴卡卡的，或是嘴巴根本打不开，这就不是单纯的咬到东西不舒服，而是关节内部的动作机制出了严重的问题。颞颌关节障碍的表现形式其实有非常多样，这是因为不同的症状代表了咀嚼系统的不同部位出了不同的问题。有些人是嘴巴打不开，或者是一张嘴就歪一边，这是关节内紊乱的问题。有些人咬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酸痛，甚至说话久了都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是因为整个口腔肌群都非常疲劳。有些人会出现耳鸣、耳朵闷闷的感觉，但是去检查耳鼻喉科却说一切正常。有些人会误以为自己是偏头痛，因为太阳穴附近会痛，后脑勺也觉得紧紧的，整个脸颊感觉都是肿肿胀胀的不舒服。结果发现问题也不是出在脑部，也不是在耳朵，而是在头颈部的肌肉群。为什么颞颌关节有问题会导致口腔和头颈部的肌群疼痛、肿胀或不舒服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咀嚼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你的牙齿跟咬合。牙齿排列不整齐，上下咬合关系不平衡，就会让下巴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许多不当的撞击。这些撞击称为咬合干扰。你一定有看牙医补牙的经验，如果牙医补的牙齿哪怕只是高了一点点，你回去都会觉得很不舒服，会一直想要去咬那个很高的点。咬合干扰也是这样，你的牙齿非常的敏感，可以感受到一根头发的厚度。因此，如果你的牙齿在咬合过程中有任何一点的撞击，牙齿就会立即反映给脑部的运动反射中枢，而反射中枢会立即叫牙齿想办法避开这些干扰跟撞击。但如果是因为牙齿太过凌乱，下巴就不得不一直在调整位置，想要避开这些干扰。我们的头颈部有非常多的肌群，这些肌群就会被迫随时要启动，去避开这些咬合的不当干扰。这个时候，如果你用肌电图去测试头颈部的肌肉，你就会发现它们都已经累坏了。就像每天逼着你整天爬山，不让你的腿休息，到最后你的腿就会疼痛、肿胀而不舒服。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头颈部的肌肉上，多半就会让你把肌肉疼痛误解以为是头痛或者是脸颊痛。另外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就是夜间磨牙。你的肌肉在白天就已经过度操劳了，结果到了睡觉的时候还不能休息，你当然就会痛到不行了。对于夜间磨牙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这一部影片。现在你自己也会诊断颞颌关节症候群了。为了解决颞颌关节的问题，很多人会去挂大医院的颞颌关节科，但吊诡的是，颞颌关节科并没有解决系统性问题的工具，大部分只会给你咬合板。但咬合板其实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它已经发明近100年了。说穿了，它就是一个硬的牙套。当你戴着咬合板的时候，牙齿可以分开。牙齿既然分开咬不到了，咬合干扰自然也就没有了，你的肌肉就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咬合板的作用呢，比较像是拐杖。阿嬷的腿累了，
你给他一根拐杖，让他可以休息一下，但拐杖本身并没有什么治疗的效果。你如果带阿嬷去看膝盖，结果医生只拿了一根拐杖给他，叫他回家，你应该会蛮傻眼的吧？不过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在统计上，咬合板只对大约5到6成的人有部分效果，因为咬合板并没有治疗的效果，而且你不可能24小时一直带着它。事实上，咬合板只能当做一个短期的治疗策略，让那些真的很痛的急性患者可以暂时稍微舒缓一下。这边真的要提醒各位观众，咬合板并不是拿来长期佩戴的。一般建议咬合板的使用不要超过3个月，而且需要每个月追踪咬合的变化。我遇过很多颞颌关节的患者，他们并不知道咬合板不能长期使用，有的甚至一戴了好几年，最后整个咬合都跑掉，需要全口重建。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待颞颌关节症候群了，因为这样才不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也就是说，真正有效的治疗是要恢复咀嚼系统的顺畅运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治疗案例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恢复咀嚼系统的运作。陈小姐是一位32岁的女性上班族，平时工作忙碌，长时间使用电脑，加上压力大，饮食也不太规律。她一开始来我们诊所就诊的原因是嘴巴张不太开，有时候还会痛到耳朵里。她家人说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会磨牙打呼，白天也觉得头痛，太阳穴紧紧的。她说她已经习惯了早上起床下巴就会很酸，但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连串问题的开始。我们帮她安排了颞颌关节电脑断层扫描、电脑数位咬合分析跟肌电图检查。好消息是，她的颞颌关节并没有明显的磨损或关节炎迹象，结构看起来很健康，这让我们排除最麻烦的退化性关节炎。陈小姐虽然有做过矫正，但我们可以看到她依然存在咬合不正和生咬，而电脑断层也显示她的后牙区有许多严重的咬合干扰，肌电图也显示她的肌肉非常的活跃，而且非常的疲劳。陈小姐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接受过4颗小臼齿拔牙矫正，后来虽然牙齿排整齐了，但是下巴看起来越来越后缩，脸型也变得很平。从电脑咬合分析图来看，她的右侧咬力占了将近70%，咬合明显的右侧偏重，导致头颈部的咀嚼肌长期过度使用，进而造成下颚的酸痛、张口的困难，以及耳鸣和肩颈的紧绷。我们也帮他做了呼吸道的电脑断层，检查发现他的上呼吸道最小节面积窄到只有83平方公里，也就是正常人的1/4。这么狭窄的呼吸道，让他在夜间进入睡眠后便没有办法呼吸，没办法呼吸，让他不仅浅眠睡不好，还不时又伴随磨牙跟睡眠中的缺氧，最后导致他长期的日间疲惫。他还一直以为是自己工作太累的缘故。以上这些症状通通都跟他极度狭窄的呼吸道有关。如果你对拔牙矫正后的呼吸道问题有兴趣，也可以看我们这一集的影片，里面有详细的解释拔牙矫正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给陈小姐的治疗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她咀嚼系统跟呼吸道的正常运作。这需要同时处理系统出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所谓的病因、咬合干扰以及呼吸道狭窄。只有解决了这2个病因，陈小姐的咀嚼系统跟睡眠呼吸才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她的下颚酸痛、张口困难、耳鸣和肩颈紧绷，也就是表面上看到的症状，自然就会解决了。在整个疗程结束后，我们再安排她拍了一次呼吸道电脑断层，结果显示她的呼吸道截面积足足增加了30%。回诊时，陈小姐告诉我们，她现在晚上比较容易入睡了，中间醒来的次数也变少了，早上醒来不再会感觉到疲倦，白天的精神也更稳定了。为了更进一步解决她的呼吸道问题，我们在牙齿矫正后建议她开始佩戴止鼾牙套。这种牙套是客制化制作的，能够把下巴往前微微的推移，借此打开舌头和喉咙后方的空间，维持呼吸道的畅通，减少打鼾跟夜间缺氧。
颞颌关节障碍不是只有牙痛这么简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会连带影响你整个身体的运作。千万不要再用止痛药去掩盖症状了，也不要以为只是戴个咬合板就万事 OK。找出真正的原因，做正确的治疗，才是让你重新回到健康生活的关键。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经验，也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